书接上文，上回书说到，郭德友施展点烟变冤晕倒，小神婆顾影赶到曹运商会解围，将丁卯制服。郭德友陈说丁义秋死因，丁卯也早已验过尸身，两人得出的结论一致，丁义秋死在海里。丁少爷在警局拿到临时警探身份，赶到龙王庙欲调查郭德友，被郭纯阻止。当晚有人潜入龙王庙偷盗死婴，老郭施展江湖手段，大显神威，将死婴夺下。丁卯折服，搬到龙王庙拜老郭为师。为查找死婴来源，郭丁二人兵分两路，各自查访，才引出来丁大少初探水猴案，郭德友一世薛庆阳。江湖，科学，拳脚，真相，水性好，法医，神婆，记者，身子骨肉，特别警探，娘，市政府秘书长，超凡绝伦的人中龙凤，大少爷，就是个跳大神的，千金小姐。不抽烟，不喝酒，有钱有势，有什么用啊？眼里揉不得沙子，还行吧，通情达理。怕个杂，开什么玩笑？不娇气。有线索了。德意志，神调一门，大新闻。漕运商会，师傅，二哥，父亲，不惹事儿。不怕事，推理正确，青梅竹马，千金百姓，听好，郭德友，河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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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忙你的，你忙你的啊！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？我要知道你在这儿，我才不来呢。啊？你说什么？你妈呢？又喝大了？像这种小伙，他不喝大了，也懒得来。这家男人久处未归，他家人怕他客死异乡，这不叫我来喊喊魂吗？这么大的事儿啊，你可得给人家好好操办操办啊！哎，官儿哥，等我喊完魂了，我带你去登瀛楼吃肘子吧。拉倒吧，哪次不是我请你？这次不是有工钱吗？是真的。我可不信。嗨，郭德阳，郭德阳，你回来，郭德阳，郭德阳。法师，您是不是喊错了？没有啊。那郭德友是谁呀？小颖，跟我走。我这儿还没。
吃肘子去。不行，腰还得沉，步子小一点儿，眼睛带着一些疲惫，眼神里要流露出一些不安，又隐约有那么一丝丝的兴奋。挣扎，挣扎，你懂吗？那是一种由外向内又由内散发出来的那种悲切，一种骨肉分离、生离死别，就好像有个刚刚出锅的白薯，还热乎乎的在你手里，还没来得及吃，啪叽一下掉地上了，还让别人踩了一脚的那种悲切。哎呀，那你演一个给我看看，你不就是让我装成一个被糟蹋了的样子，那我挺着肚子走路不就完了吗？什么叫糟蹋？你肚子里是一个新的生命，他是个即将要跟你挥手告别的亲人啊！可我肚子里就一套煎饼果子呀，你还说要带我吃肘子呢？你能不能给我认真一点？不是整天嚷嚷让我带你查案吗？今天就让你来鬼市开开眼界的，你千万别给我掉链子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怎么这么狠心呀？啊，我谈不上大家闺秀，也算不上小家碧玉，既不是国色天香，又没有金雕玉琢。你瞧不起我可以，但你为什么要糟践我呀？糟践？你为了图一时之快，你知道我要受多大的苦吗？我肚子里可是你的肉啊！你现在要我剜掉这块肉扔掉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啊？吸过了，吸过了。我知道你领悟了，但是你能不能小点声啊？你以后不会真的对我这样吧？把衣服脱了。在这儿啊！废话，赶紧的！你不是说演吗？怎么还来真的？我是让你把道袍脱了塞肚子里，你想什么呢你？这样真的能行吗？低头看路，别东张西望，谁跟你说话都别搭理。能在这鬼市做买卖的人都不是善茬，你有把握吗，二哥？少废话！跟您打听个事儿。跟您打听个事儿。嗯。我先探个路。素使渊源未能长远，万灵当信礼，八苦不能随，畸形持科戒，提携正欲经。留神脏鞋了。有事儿吗？人事儿。凡是到我这儿来的，除了接引和渡人，就是找麻烦的。这个小姑娘还是处子之身，却装作有了出差。老婆子，我不愿意惹麻烦。二位是不是走错了？请回吧。这哪儿来给您找麻烦呢？是来给您找钱的。只不过家里上面那位是个小姐，不方便亲自过来。
让我们先来打探一下，如果没什么问题，他自己会来找您的。老婆子我虽然瞎了一只眼，可另一只眼还看得清楚。其实说破了，我们也就是想看一下稳婆您的技术。您只需要告诉我们最近都有什么人找您接生，我们去打听一下这些人母子是否平安。如果没什么问题，接下来该干嘛还是干嘛嘛。贵世不见光，都是苦难人，苦主们的身世，其实我能知晓的。要是信得过我就来，信不过便去寻别的法子吧。哎，慢着，和珅引路，因果难寻，事情可大可小。我要华岛夫判一判这里，兴许没什么事情，我不会耽误你做生意的。若是你不愿意，往后碰上个什么水逆或者水患，可别瞎想。哇！天府金是地府的营养酒精，水灵显性。看清楚这是什么了吗？没，一张脸。哪有脸呢？你再仔细辨辨，一张男婴的脸。这么明显你都没看出来吗？这是眼睛，这是鼻子，一张小嘴还张着，他在哭喊。啊，对，看出来了。此前有一名男婴降生于此地，死因鬼水凶命，天生厉鬼相。若是不管不问，必定祸乱一方水土，衍生水妖。时间应该是啊，1个月前。对，没错。恳请稳婆告知一二，我们好去寻找这名孽婴。稳婆这行都是起过绝命誓的，主家的身份如果说出去，保庇街头，不得转身。绝命誓说的是不能说，又没说不能写。我再把这镇妖符石送给你，保你万无一失。不过这事儿还没完呢，这3家还得帮我查一下。我这钱还没结完呢。什么钱？镇妖符石的钱呀。多少钱？一块破石头，你找我要1块大洋？什么叫破石头啊？那可是注入神力的石头。哦，记在丁卯身上。跟他有什么关系？这不是为了查他爸的案子吗？进。我可没这么好心啊，是师傅非让我给你送饭的。谢谢师哥。嗯，别假勤快了，赶紧过来先把饭吃了。我在查最近的失踪人口，查出什么名堂了？还没有。这王八，你到底是怎么捞上来的？想知道吗？挺有能耐呀。过奖了。这泡的什么呀？那个是人脑，整个取出来装进去的。那这又是个什么东西？那是阔鱼，它的分泌物可以治疗伤口的感染，在临床上有很大的价值。那是肺结核样本，在旁边那个，那是心脏。难怪一个大少爷能在停尸的义庄里住这么踏实，你这屋子比义庄还瘆得慌。你不经常捞死人吗？这些对你来说
应该挺常见的呀。这天天吃包子，突然有一天只吃馅儿，肯定不习惯啊。那你尝尝这个。这什么呀？你就往我嘴里塞？哎，这是橄榄，很好吃的。你能别把这些东西混在一起泡吗？万一吃混了怎么办啊？我看你不是来拜师的吧？你是来祸害我们的吧？科学是很严谨的，是不会弄错的。科学？你爸蛋子有进展吗？死孩子有线索吗？你呢？跟你一样，没什么线索。哎，给你送饭是让你吃饭的，别吃这些混嘴的玩意儿。你干嘛呢？我调查了所有的失踪人口，根本就没有跟孩子有关的，又去了医院，也没有吻合时间的出生记录。既然查不到孩子是谁的，我们就查偷孩子的人。这里是第一案发现场，通过脚印的大小和深浅，我们就可以辨别出偷孩子的人的身高还有体重，甚至可以算出他的年龄和性格。所以你查出来那个人是谁了吗？我查到了，是薛府。查出来了。稳婆说的那3家人，其中2家都活得好好的，只有薛家在办白事儿，孩子死了？跟你没关系。哎呀，快说！薛家大小姐前2天刚跳河死了，但这事儿呢，薛家没有声张，偷偷找我妈做了场法事，外人根本就不知道。薛大小姐什么岁数？说是19，这是生育的年纪啊！你不是说没线索吗？啊？哦，你不是要查吗？孩子是南城薛家的，查去吧。哦，哎，等会儿，你准备怎么查？他们来偷过孩子的尸体之后就没了动静，薛家心里一定有鬼。你觉得会让警察插手这件事情吗？那怎么办？你可以假装是薛小姐的朋友，听说她去世了，前来吊唁。好主意，我先走了啊。师傅，损招，这招有点损。这不都跟您学的吗？总得有人投石问路啊，不让这小子吃点亏，他怎么成长？你们说啥呢？母子双亡，家里人偷偷摸摸的办白事，又跑到义庄偷孩子，薛家肯定有见不得光的事。大户人家男在有志，女在守节，这么藏着掖着，8成是贞节牌坊没立住。现在呢，有个小白脸突然上门，说是他的好友，你说他的家人怎么想啊？奸夫！哎，公子尊姓大名？在下傅卯，请问您是？薛庆阳，圆圆的父亲。哦，薛叔叔。傅公子是怎么结识我家小女的？大概一年前，大概1、2年前，我经常去李公祠写生，他很欣赏我的画，也经常向我讨教，一来二去就成为好朋友了。那你又是怎么知道小女去世的消息？我薛家好像从来没有向外面公开过。其实是这样，我
我好，既然来了，就干脆了却老夫的一个心愿。心愿。公子，请吧。怎么样？衣服还算合体吧？哦，合体。就是这为什么前来吊唁还要换衣服啊？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？您请说。何为担当？担当啊，就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，承担该承担的责任嘛。我相信你是个愿意担当的人。这过奖了。我能问一个问题吗？可以。这也不像咱们平时穿的衣服啊。寿衣都是这样。咱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这怎么穿上寿衣了？哎，没什么误会。哦，要殉葬，这些都是必须的。殉葬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既然公子做了这样的事情，以你口中“担当”二字来看，就算是舍命相陪，那也是理所应当。不是，来了。你们家主人在吗？不在。你们家的法事是我妈做的。小神婆。昨日家母开天目4闸，见贵府怨气深重，孔小姐尸首有变，特嘱我前来查看。里边请。二位里边请。救命啊！等等，站住了！还是个贪生怕死之徒！混账！谁让外人进来的？我是张神伯的女儿，我妈昨天说她那个法事有点问题，让我今天来检查一下薛小姐的尸身。这是我家的家事，今日并没请什么神婆上门。哎，丁大少啊，难道你……哎呀，放开，赶紧放开！摸坏了，你赔得起吧？哎，丁大少，不是我说你呀，这天津卫的堂子那么多，你去哪一家不好啊？你就非要调戏人家大宅门里的小姐？这要是让警察局的知道了，你让你们商会怎么收场啊？哎，别，你说什么？什么商会？漕运商会，您不知道啊？漕运商会，那他是漕运商会的大少爷丁卯，刚刚从德意志留学归来，这一身洋味儿还没散呢。哎呀，漕运商会刚回国的丁少爷，我去他们家送过纸扎，见过，错不了。哎误会呀！快说，快扶起来！一点小心意，算是薛某赔罪。小女心丧，薛某悲切之极，闹出这么大一场误会，实在是不应该。还望丁大少爷多多包涵。我想，这就不必了吧。哎，纪委，千万不要推辞，是在下做事不周，连累丁大少爷受此惊吓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小女早丧，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。烦劳各位，就局限于咱们屋内人知道就好。薛先生，你这是要封住我们的口啊？实话实说吧，我是来查案的。
你有什么该说的，什么不该说的，都说出来吧。您是在这儿说，还是跟我回警局说？那就不好意思了啊，各位，稍安勿躁。丁大少爷，先请坐。像我薛某，膝下无子，只有这么一个独女，夫人早逝。薛某更是对小女宠爱备至，我薛家也算是书香门第，我便一直把圆圆留在身边，亲自教导，生怕她出去有什么闪失。可就在去年，我带圆圆去赶庙会，一转脸的功夫就走散了。我们想方设法四处寻找，也去警察局报了案，可是一点音讯都没有。哪成想，半年以后的一天，老爷，老爷，当时经过我们百般追问，才知道，他遇到一个富家公子，那个畜生，也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。竟哄骗圆圆随他私奔，可圆圆思家心切，终于找了个机会逃了回来。那这名富家公子呢？当问到这个畜生的时候，圆圆一个字都不肯说。当时我想，圆圆怀的毕竟是我薛家的骨血，就私下找了稳婆，把孩子接生下来，想让圆圆安心抚养孩子长大。可没想到，孩子刚刚满月，圆圆竟然带着孩子偷偷跑了出去。等找到她的时候，小女已经漂在河里了，孩子也一直没有找到。那就没有错了。我现在只想弄清楚一件事：薛小姐是怎么死的？她抱着孩子投河自尽，这属于自杀。若不幸失足跌入河中，属于意外。可是如果是他跑出去会那个富家公子，结果母子两人都命丧于禽兽之手，这就是2条人命的谋杀案了。丁少爷怎么知道孩子也死了？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我师哥找到了。师哥？你不是小神婆的帮手吗？兼职，兼职。其实啊，我是五河捞尸队的。有个孩子的尸身在我们龙王庙停了数日，看大小也是刚刚满月。最近我们也没有发现其他的死婴和弃婴，这孩子应该就是令爱的孩子。好吧。明天我让贵叔去趟龙王庙，把孩子领回来，一起下葬。不能下葬。薛小姐死因未明，待我验尸之后，一定给薛先生一个交代。丁大少爷，你还嫌我家事小吗？咱们天津向来都是民不举，官不究，我们并没有报案。我不知道。你冒充圆圆的舅舅，贸然造访，这合不合规矩？还有什么跳大神的、捞尸队的不请自来？你们能不能体恤一下我薛某的心情啊？丧女心悲，我就不送各位了。
干嘛呀你？来看看不行啊？你就这么把这个孩子给送走了？不送回去，你陪他妈下葬啊？薛圆圆怎么死的？这孩子怎么死的？啊？还有是谁要来偷这个孩子？咱可都没弄清楚啊。这些跟我爸的死都有很大关系。薛圆圆和这孩子一下葬，这线索可就全断了。你当着这孩子的面儿，商量怎么查他妈，怎么查他姥爷，怎么查他全家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你这人嘴上能不能积点德呀？薛家今天专门打点过了，说是给孩子好好置办置办，明天就把孩子给接走了。你该干嘛干嘛去啊！别在这儿妨碍我干活。哼，打点？你干这个活儿能挣多少钱？哟，这还没正式收你为徒呢，就合计着抢我生意了是吧？这孩子跟我爸是一块儿捞上来的，人又是你捞的，所以你心里最清楚啊。我必须得查清楚我爸是怎么死的，就得查清楚这孩子，查清楚薛家。可是我现在没有门路，所以啊，我就雇你给我查案。我给你30大洋。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50大洋。小郭师傅，哟，贵叔，辛苦捞尸队的老少爷们了。哎，这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儿，您客气了。都准备妥当了？孩子就在内殿呢，不过还有些简单的过场，得稍微走一下。什么过场啊？哦，贵叔在薛府年头不短了吧？小40年，快大半辈子了。那您应该是看着薛小姐长大的吧？他娘生圆圆的时候难产去世了，这孩子就属跟老爷和我最亲，我呢，也一直把她当我半个闺女。那薛小姐是个什么样的姑娘？傻呗，老爷平时看得紧，那孩子也没见过什么世面，总觉得这世道上人人都像他一样这么善良，没人有坏心眼儿。那您觉得他走得踏实吗？郭师傅，您这话这意思，我不太懂啊。这么好的姑娘，初为人母，她舍得去死吗？老爷不查，我一个做下人的，能说什么？贵叔，我是捞尸队的，这河里的事情没人能比我更清楚。这薛小姐死在河里，您要是愿意的话，就跟我念叨念叨，没准儿我还能帮上忙。这人呐，不能就让他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呀。圆圆，圆圆，哎呀，圆圆，圆圆，老爷，哎呀，贵叔，看见圆圆了吗？他不一直在屋里哄孩子吗？哎呀，他没在。孩子呢？孩子也没在。快去！哎，快走！一定要找回来啊！我加件衣服就过去。哎呀，我们找了大半宿，也没看见小姐。等再回到府上，老爷，
我是从河里捞上来的。孩子呢？您的意思是说，您并没有亲眼看到薛圆圆的尸体从河里捞上来？河里有尸体，最先知道的应该是我们捞尸队呀。您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天色不早了，送孩子回去认娘吧。哦，哎，贵叔，要不我帮你一把吧？这里面规矩多，我怕下人不明白，犯了忌讳。这个就不用麻烦你了。嗨，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小帮丁，你要听真，你蓝天方向为我好，你手扶安桥为家人，相助我不助来不助谁来不助人，你要问我是一个我本是好像不就下呀班来呀嘿，是啊！你大早的还让没人睡觉啊？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我妈接了一个法事，她自己不去，非要让我去，我这不临时抱佛脚吗？啊，院子里救火，抱去吧。院里那个救佛陀没有脚，关着。